戏台上的演员衣服都很鲜艳，就是看不清楚面目。唱的戏文也是模模糊糊的，根本听不清唱的是啥。自己虽然并不懂戏曲，但是也不至于这么不清楚吧。看着戏台上几个演员浑身充满了诡异，他的心里也是一阵阵的发冷。往台下一看，这些底下的观众也很奇怪，都是看不清脸的人。他环顾了一下四周，发现这里所有人都非常的诡异，这么多人居然没有一个能清晰的看清脸孔。戏台上的大戏还在继续，由于他也有些困了，决定不再看这听不懂的戏曲了，想着拍2张照片就回去睡觉。可是奇怪的是，肉眼能看到的戏台在手机里却是黑漆漆一片。他就打开闪光灯，按下了快门，可是照片拍完了，他拿到眼前一看，可被手机里的图像吓得浑身不轻。中国鬼实录之古城。在山东省枣庄市境内有一座名声较大的古城风景区，这看起来不错呀。2016年国庆节之前，我们在工作之余想放松一下，作为游客来到这里。说实话，很多景区都是后人重建的，并没有很稀奇的地方，但是这里因为建造者很用心，景致呢还确实不错，真的很有匠心的呀。这里规模很大，我们在这里逛了小半个下午，只逛了这个古城的一角，天已经不知不觉黑了下来。我们俩找了一家带着客栈的饭店坐了下来。来，走一个。点了几个当地的土鸡和河鱼等特色菜，2个人就喝了起来。两位，这是从哪儿来的呀？由于我们还未到国庆假期，游人很少，这家店里只有我们2个客人和一个40多岁的老板。我们是网易来的漫画作者。我们看老板倒是个健谈的人，一边喝着酒，就一边和他攀谈了起来。这老板是本地人吧？在这儿开店很久了吧？但是出于职业习惯，几句话就开始谈论起了灵异事件来。有经历的真实的鬼故事，这给我们讲讲呗。聊了一会儿，发现老板真的是个有故事的人，就缠着他给我们讲几个。真实的怪事吗？有啊。老板接过我地上的一支烟，低头点上。就发生在古城里，而且就在我这里听到的。就慢悠悠地讲了起来。2013年，大概也就是在国庆节前后的一个晚上，已经过了12点，我正爬在柜台上迷糊着，突然一声响亮的开门声把我给吵醒了。我睁开眼睛，突然看到面前站着一个面色惊慌的大汉。哎，是你啊！吓死我了，真的太可怕了。我仔细一看，原来是白天在我店里登记住宿的一个江苏男人。不知道为什么他显得神色慌张，满脸都是汗水。来，这坐下呢，喝点水。我也不知道他是遇到了什么可怕的事儿，就给他倒了杯热茶，让他压压惊。一杯热茶下肚，他一直紧绷的神经才慢慢放松下来。我刚才遇到鬼了，这太可怕了。然后战战兢兢的跟我讲起刚才在古城里遇到的恐怖遭遇。啥？遇到鬼？他说他在古城里遇到了鬼。他说他刚和女友分了手，想到古城来散散心的。今晚在古城的中心酒吧街里喝了点酒，出来时由于地形不熟悉迷了路，这绕着胡同转了几圈也没找到住宿的客栈。正当他在小路上瞎转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一个胡同的尽头传来咿咿呀呀唱戏的声音，突然觉得这么晚有人唱戏十分奇怪，但还是跑了过去，想着跟人打听一下路。这门票上说有戏曲，没想到这么晚才演。跑到近前一看，这里有一个老戏台，观众都站在戏台下面，密密麻麻，还真不少。戏台上锣鼓齐鸣，正在有板有眼的唱着一出大戏。可是奇怪的是，戏台上的演员衣服都很鲜艳，就是看不清楚面目。唱的戏文也是模模糊糊的，根本听不清唱的是啥。自己虽然并不懂戏曲，但是也不至于这么不清楚吧。看着戏台上几个演员浑身充满了诡异，他的心里也是一阵阵的发冷。
往台下一看，这些底下的观众也很奇怪，都是看不清脸的人。他环顾了一下四周，发现这里所有人都非常的诡异，这么多人居然没有一个能清晰的看清脸孔。戏台上的大戏还在继续，由于他也有些困了，决定不再看这听不懂的戏曲了，想着拍2张照片就回去睡觉。可是奇怪的是，肉眼能看到的戏台在手机里却是黑漆漆一片。他就打开闪光灯，按下了快门，可是照片拍完了，他拿到眼前一看，可被手机里的图像吓得浑身不轻。手机里只有一个黑乎乎的破旧戏台，哪里有什么唱大戏的。而这时他抬头一看，眼前的景象全都变了，戏曲的演员和观众在一瞬间全都不见了，只剩下他一个人孤零零站在那个破旧的戏台面前的空地上。这个小子，这也不想想，哪有后半夜唱戏的呀？店老板一边抽着烟，一边呢给我们讲了这个发生在他的客人身上的真实的鬼故事。看来那鬼戏就不是给活人看的。而我们都被这个鬼戏台的故事吓了一跳，因为我们俩白天刚刚路过那个旧戏台。这古城是在旧的废墟原址上建起来的，有很多地方非常邪门的。那您多给我们讲几个吧，我们回去画成漫画呈现给读者。好，那我就再给你们讲一个。古城离夜很近，我们却在这个热情健谈老板的店里度过了很有意思的一夜。